大家好，我是法山。大家都知道啊，自此前最高法提出要建立人民法院案例庫以后啊，在裁判文书网上网案例数量逐年递減的前提下，司法界呢就出現了非常廣泛的關注，就擔心啊裁判文書網斷更啊，裁判文書檢索外網變內網。對此呢，許多專家學者，包括川大的韓旭教授、清華大學的勞東彥教授、何海波教授、北大的傅玉寧教授等諸多的學界人物都表示了擔心。在實務界呢，許多律師啊、實務工作者，包括鄙人啊，也進行了深度的關注。而今天呢，終於最高法呢就關於徵集人民法院案例庫參考案例的公告就進行了解釋。文章很長，我進行個人層面的簡要梳理和總結。根據該回應啊，第一是人民法院案例庫建成以後呢，要向包括專家學者、律師、當事人等在內的社會公众開放有關裁判文書信息呢，並非法院內部專享獨美，那些外網變內網的擔心啊就被打破了。第二是案例庫和裁判文書網的區別啊，就在於案例庫中的案例呢是精挑細選，是由各地法院依程序報送，由最高法把關，經法官會議集體討論通過後然後才公布的在庫裡面出現的，具備一定的權威性。總的來說呢，是案例庫中的案例都是經過篩選，有一定司法指導意義的典型案例這一點呢，學過法的朋友知道最高法出指導案例的這些應該就會有所了解，它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第三呢，是與建立人民法院案例庫相對應的是裁判文書網上網文書逐年下降的原因。最高法解釋到，主要在於此前力推文書上網以後呢，滋生了一些附生的問題。一是裁判文書網使用效果不佳這一點法律工作者都知道二是為充分保護當事人的權利，文書網呢經常被当事人、公司、企業投訴。三呢是涉及到一些信息安全的風險。然後最高法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就強調最高法從未叫停過文書上網，只是優化文書上網的程序。總之回應強調，人民法院將持續推進陽光司法的努力方向不會變，通過深化優化司法公開，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司法服務的態度不會變。這是我自己個人梳理的重點內容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對這個事情感興趣，建議你閱讀一下全文我也防止掛一漏萬。然後呢，我就分享一下我看完最高法回應後的個人體會。第一是新建的人民法院案例庫主要目的呢是在于提供可供司法指導的參考案例庫，有一些最高法指導案例的意思即把一些各地法院裁判的經最高法認可的典型案例呢放進庫裡，供法律工作者研究和使用。案例庫呢和文書網並非取代的關係，主要目的呢也不完全一致。第二是以後裁判文書網在未來應該還會繼續存在。不過呢，從我個人了解到的一些法院內部對上傳法律文書的態度和規定的變化，以及從本回應的一些反饋和文字來看以後裁判文書網呢應該不會如以前般力推了至少不會同幾年前一樣依舊對各級法院有關文書上網有一些硬性的規定。裁判文書網上的文書呢更新數量或許以後會繼續的越來越少。第三是此前力推裁判文書網的一大原因呢，即在於力推司法公開力推公眾對司法的有效監督。在建立法院案例庫以後如何繼續保障司法公開，如何繼續確保公眾對司法的監督呢？這個擔憂也需要法院持續的思考，因為這也是建立案例庫以後同時需要解決的附屬問題。最後我說一下我發了上一條視頻以後，評論區就該視頻所產生的一些討論和爭議第一是我看到這個公告出了以後有人說事情有反轉，其實我並不認為事情出現了反轉法院要建立案例庫是事實，裁判文書網文書近年來逐年下降也是事實，建案例庫引發了司法界極大的關注，並產生了許多擔憂是事實。針對輿論擔憂呢，最高法現在進行了回應也是事實，並且決策機關可以通過了解輿論對決策的關注與擔憂優化自身的決策，這也挺好的把最高法回應擔憂解讀為事情出現了反轉，再進一步給擔憂者扣污名化的帽子這才是非蠢即壞。如果你真的熱愛學習建議你百度一下什麼叫做決策氣球。第二是我依舊堅持上條視頻的觀點對此我暫未明確，即支持在信息合規的前提下對生效的裁判文書進行硬性上網，這有利於司法信息的公開透明，亦有利於司法接受監督。因為公眾監督呢有利於司法的進步與完善，希望最高法呢對這份擔憂予以關注和重視。第三，如果你真的希望這個世界變好，就不要保持沉默。在不同的氣候下表達觀點呢，會有不同的風險，但呼籲表達本身很重要。
因為你不呼籲、不表達你的所思所想，便不會被人看到。而正如我此前某條視頻所說的，你本可參與到傳的好消息。